既然我们的事情已经解决，那么接下来我便帮你们解决一下刚刚要伤害你们的那个人。大龙尊主和小龙尊主的双眸如炬，锐利的目光似两道利剑穿透虚空，紧紧锁定在了不远处的金地天身躯上。他们周身的气势陡然转变，仿佛天地共鸣，一股令人窒息的造化之威如狂澜巨浪从他们身上汹涌而出，直冲云霄。金地天盟主立马面色凝重，他未曾料到神元宫这些人居然能够将应龙神族这等神族势力作为自己的后盾。该死！金地天盟主咬牙切齿，心中暗骂，面对应龙神族那2位尊主的同时释放出那造化之威，自己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如果就在这里夭折的话，那他肯定是不愿的。双龙尊主的实力都在我之上，想要逃离他们的造化规则，凭借自己的造化规则定然不够，那么就只能施展出那道力量了。就在金地天盟主身形猛然一晃，欲要施展出那道神秘的力量时，轰！就在此时，一声震天巨响自无心海的深处中爆发出来，仿佛神鼓震颤，携带着无量能量和某种的意志，回荡在这片浩瀚无尽的无心海的各个区域。随着这一声震天响的轰鸣，一道璀璨的蓝色光芒如脱缰野马般急射而出，蓝色光芒如利剑划破苍穹，它的亮度宛若太阳神遗落的宝石，在黑暗中绽放无尽的光芒。这片无心海被这神圣的蓝色光辉染上一抹不可思议的色彩，将四周的虚空白昼化，仿佛穿上了光明的圣衣，既虚幻又真实，令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禁目眩神摇。蓝色光芒蔓延的速度之快，仿佛连光本身都在竞速，它从无心海的深处爆发，不过瞬息间便已弥漫至每一个角落。双龙尊主与金地天盟主3位西造化大能者在这不可言喻的光辉前，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手中的攻势，他们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震惊之色，因为他们在这一声爆发以及那道蓝色光芒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能量，那是足以改变整个无心海的恐怖力量。这究竟是何等层次的力量？大龙尊主和小龙喃喃自语，眼中的战意已被满目的惊奇所取代。金地天盟主也是轻轻地收回了刚要准备施展出那道神秘力量，他的目光深邃如海，似在揣摩这道蓝色光芒的来历。现场众人个个惊骇地站在原地，即便是那些经历过无数风雨、心智坚如磐石的神奇强者，在这突如其来的奇观面前，也不禁感到心灵的震撼。蓝色光芒的弥漫速度之快，几近瞬息万里，仿佛要将这无心海的神秘领域全数照亮。光之涟漪在虚空中荡漾，每一波扩散都带着浩瀚磅礴的气息，让所有目睹此景的众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之美。难道这是无心海的异变？金地天盟主突然惊呼出声，似是知晓了这蓝光的背后的真相。这片浩瀚无心海本就是一方毁灭之地，可就是这道光芒的出现，居然让这里的所有万物都仿佛有了变化。众人听到了金地天盟主的这一道惊呼之声，各个表情都变得沉重，小心翼翼地感受着四周的细微变化。因为他们之前在天神的口中听说过，无心海的特定一个时间中会产生一种神秘的能量，而这能量的爆发就会让无心海产生异变，随着异变的出现，就会看到一座沉入无心海千万载的天古纪元时期的万古神灵大陆。虽然万古神灵大陆乃是天古纪元时期的最顶尖的超级神灵大陆，或许存在着诸多强大的机缘和宝物，但同样存在着无尽的危机。蓝色光芒如涟漪般扩散，扭曲了无心海内的每一处虚空，那毁灭的气息如同被施了神法一般，悄然消散，给这片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宁静。曾经的灰暗毁灭之地被这神秘的蓝光照亮，逐渐幻化成一个充满神圣奇迹的新世界。在这里，毁灭的气息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无尽生机的气息，既神圣又磅礴。那是什么？众人看见在他们的头顶上空出现了一颗巨大的蓝色光球，悬浮在这方神圣奇迹的新世界上空。那颗蓝色光球如同小宇宙的眼睛，爆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神圣浩瀚的力量。这股力量仿佛具有生命，主动寻找着无心海中的万物，将它们一一吞噬。无论是双龙尊主还是金地天盟主，这些造化主神大能者都在这股力量面前感到一股非常恐怖的能量。如果我所料不错，那应该就是进入万古神灵大陆的入口了。大龙尊主身为应龙神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主，他的阅历和认知自然是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万古神灵大陆的入口吗？天古纪元时期的超级神灵大陆真的要显现了吗？萧炎的目光一刻都不敢有所移动，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上空那颗极为耀眼的蓝色光球。蓝色光球的吞噬之力无情而又霸道，但它所带来的并非是毁灭，而是一次新生。因为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旧世界的痕迹渐渐消散，新的生命、新的景观开始诞生。蓝色光球内部出现了某种震鼓之声，随后蓝色光球的表面出现了一圈又一圈的巨大涟漪波动，如同平静的湖面被风轻拂，激起无数细碎的波纹。这些波纹迅速扩大，变得巨大无比，仿佛每个涟漪都是一片翻滚的海洋。
并且伴随着呜呜的呼啸声，低沉而充满无尽浩瀚的力量，如同古老的乐章，在众人的耳畔回旋，激荡着在场每一位神奇的心灵。突然，那蓝色光球仿佛达到了某种极限，它开始收缩、凝聚，然后在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中爆裂开来。一道刺眼的光芒如同千百颗太阳同时升起，照亮了整个空间。萧炎、盘龙以及众人都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试图抵挡那无法直视的光辉。光辉将众人和这方浩瀚无尽的虚空尽数笼罩。嗡嗡，随着光辉的绽放，一道嗡嗡声在众人的耳边响起。这道声音宛如是世界之初的第一道音调。不到片刻时间，光辉逐渐消散，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的天空比任何地方都要广阔高深，云层如同波澜壮阔的海洋，变换着各种没有见过的形状。大地辽阔，山川雄伟，植被繁茂，一切都显得那么古老而又神秘。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神力在体内不由自主沸腾的气息，那是来自天古纪元时期的气息，纯净而又古老。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体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包裹，这力量引导着他们穿越这片陌生的天地，同时也能感受到脚下的大地在呼吸，山脉在耸动，河流在欢畅，一切都是那么鲜活，充满了无尽的生命力。而且除了生命力，还拥有着比如今任何一座神之大陆都要磅礴无尽的神之资源和诸多机缘。这里的气息好特别，居然能够让体内的神力发出如此明显的暴动。1151苏佑威、小龙与韩吞吞等人修为在大道之下，那种感觉最为的强烈。当然，就算是大道之上的萧炎、盘龙以及2位神殿殿主几人，也感受到了自己体内大道神力明显的变化。仅仅一个世界中的古老纯净的气息，就让他们发生如此强烈的变化，那就足以说明这个世界不是寻常的世界，而是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万古神灵大陆，天古纪元时期最顶尖的超级神灵大陆。这是一个充满了未知和奇迹、诸多机缘宝物的世界，在这里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充满了未知和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萧炎等众人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万古神灵大陆，一片充满神秘与奇迹的世界，以无尽的变化和生命力吸引着每一个踏入这个世界的神灵。因为在这里，一草一木都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力量，仿佛是天地的宠儿，每一片叶子都闪烁着灵动的光芒。而不远处的金帝天盟主与9位副盟主站在这个万古神灵大陆的上空，望着眼前这片刚刚从毁灭中复苏的世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与敬畏。原本周围还是弥漫着毁灭之气的无心海，转瞬间化作了生机勃勃的浩瀚绿洲，满目的疮痍被赋予了新生的活力，宛如神话中的仙境在眼前绽放。这里就是无星海变异所产生的世界，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天古纪元时期的万古神灵大陆无疑了。金帝天盟主扫视着这方世界，这里的空气吸进体内，都让人似乎有一种体内神力被净化的感觉，实在让人无比的舒适。这里的每一处都仿佛是天地的杰作啊！七副盟主轻声感叹，他的目光掠过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那里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而在另一侧，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静静流淌，溪边的石头上苔藓覆盖，散发出一道道微弱的光芒，显得古朴而神秘。他们举目四望，只见天空中不时有奇异的光华闪过，仿佛是天界的神光降临人间。不愧是天古纪元时期的顶尖超级神灵大陆，这里的万物都不是诸神万界可以比拟的。心中涌动着强烈的好奇，同时也夹杂着一丝兴奋，因为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万古神灵大陆上，将会有属于他们更多的机缘。而金帝天盟主和9大副盟主进入神藏的那一刻起，为的就是等待这一刻。如果说神藏的其他地方存在着诸多大道机缘，那么在这个万古神灵大陆上存在的机缘便是造化。这不仅对于大道主神还是造化主神都是充满着绝对的诱惑，甚至从一开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进入这里，毕竟这里的机缘才是更加丰富的，因为这里存在着外围神藏根本不存在的神圣宝物。